敖宣不忍，四海废之，此乃民心所向。然一日万机不可久旷。青龙族第48代嫡女昭兰，系出高红，养于天宫，师承正统，秉性端慈，堪负重托。宜谨始于城瑶，寻武圣之业，身体无异。今册为四海之主，继任龙尊，布告天下，贤使闻之，钦此。昭兰必夙夜精进，小心谨慎，只愿海宇生平，不坠红叶。云墨哥哥，和你相识一场，能有此刻，昭兰别无奢求了。如今四海太平，你成为一方之主，我们也要马上启程离开了。日后若能相见，仍以挚友相称。愿你在以后的日子，早日找到视你若珍宝之人。但你们一切都如常所愿，一定记得来东海做客。当然要来，我也要一起来。赵兰，你们东海百姓可爱吃瓜？我这儿有很多鲜瓜种子，品种齐全，任君选择。你见到严旦了吗？他还好吗？他很好，他现在和于墨在一起，忘却了前尘往事，比从前更快乐自由。他要做3届画本第1大家的梦想，如今也一应贯之，拿着册子在凡间游历，收集素材。这正合了他当年想要下界游玩的心愿，挺好的。你这般牵挂他，何不下界亲自看看他，好让自己安心呢？纵然他忘了前尘往事，可过去的种种，我一刻都未曾忘记。我没有脸再面对他，我是他姐姐，却没有保护好他。
当年没做到的，如今也没有机会再做了。都过去了。除了那些过往痴缠的胡言乱语之外，在圣德的口中，并没套出其他的线索吗？李晨开启的法诀，他必然知晓，否则安都王怎么会带一个普通的浮尘进入宫中，而且视若珍宝一般的对待？哎，那接下来我们还要送他回他的师门吗？我与严旦已经商量过了，若此人真是毒手的话，不如且行且看。一来可以探探他的真实目的，二来大探出李晨使用之法。若就此撇下他，万一他起了什么坏心，我们更是防不胜防。说的没错，只有千日做贼，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？反正离他口中的贺心门也不远了。接下来我们就且行且看，看看他到底打的什么样的如意算盘，马上揭晓。我们先走吧。过了这个林子，便是我之前修炼术法的贺心门了。这几日相处，因为这样那样的误会，让两位公子对我心生芥蒂。等到了师门，我一定一一细说。毕竟，相识是缘，哪怕别后再无机会重逢，圣德也委实不希望诸位因此误解厌恶于我。神器有异动，难道前面这片森林便是神器曾经的藏身之处？正是，昔日我正是在此林中意外拾得此神器的。李晨与此地有感应，当属正常。此地树林甚密，地势甚广，既然圣德姑娘对此地熟门熟路，不如由你在前面带路，我与严旦殿后，这样以防野兽突袭嘛。这是自然。之前我日日来这儿砍柴挑水，无比熟悉。圣德，你不是说贺心门在这片森林的西面吗？你为什么要带着我们朝北边走呢？若朝西直行，有一片沼泽，极为凶险，绕北避开会更安全一些。这树木的排列并非天然生成，而是被布成了一个9宫8卦阵。入阵心，则触发阵法。正东为生门，西南为休门，阵心便在。停步！圣德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会如此？当年我就是在此处找到李晨的。愣着干嘛？砍柴啊！不砍够3日用量，你今日就别想回师门。这是魔族魂魄所化的八卦阵。对了，小寒精，愣着干嘛？赶紧干活啊！气旋6符，燃会双万。圣德，你这使的什么妖法？去！
正北为开门，从北走。一步，林娜，多谢。圣德，你果然有问题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当然是要取你的命，偷你的心了。所以你跟我们同行的目的便是要杀我？那将臣跟裴洛呢？他们两个人离心，也是你一手所致的吗？是又如何？我借着裴洛的贪欲，一步步成为安都王最宠爱的侧妃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我本可快活一生，可偏偏命运让我遇见了你。可为什么你要出现？一次又一次地毁掉我的人生，夺走我所爱的一切。与颜淡又有何关系？你心爱之人，并非心悦于你，难道你要迁怒于他？你终于露出你的真正面目了。如此自私偏执，怎配得上爱？你懂爱吗？你懂什么？唐城，我所有的筹谋都是一心为你，然而你为了他这般践踏我的真心。今日我便要亲手杀了他，然后逼着你一口一口吃下他的心。你简直就是一个疯子！我宁死也不会让你如愿的。我会如愿的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要施法消除你在凡间的记忆，这样你便会彻底忘了他，与我厮守此生。这黑雾好生诡异，大家小心。昔年昭圣帝君以李晨将一批魔军封印至此，魔族人便化为这黑雾，吞噬入阵之人。你失了记忆，忘了仙法，今日我便要你眼睁睁看着这两个妖精化为石雕，而我将手握九旗龙丹、李晨两大神器，称霸凡界。气旋六腑，燃会双腕。去！你四处奔走，定是劳累。我为你泡了杯香茶，你可以先坐下歇息片刻。不必了，任务在身，就不劳侧妃了。侧妃赐茶，不接只怕不敬。你表现的随和些，接下来才好套话。别闹了。唐公子不必着急，你且安心饮茶，我自会将宫中的情形一一告知。多谢侧妃。啊，对了，侧妃，你宫中的修炼用物都是何人所用啊？殿下酷爱修行之术，在巡游中与我结识，便将我强行纳为了侧妃。此后，他便常让我做一些修炼用物、灵文符咒与他使用。方才公子所见的净身符便是其中之一。不过，至于殿下为何要此物，又用作何处，那我便不知了。这个裴洛，表面上对将臣一往情深，背后却强抢民女。看来我们猜的没错，他就是狡言违行，这背后一定另有阴谋。那他所用的净身符，可否与我一看？同为术士，自该相助。
9位。此物需每日更换，这张符纸便是刚换下来的。如若9位身中，定是每日悬挂于9阁之中。多谢侧妃解惑，我先行告退。无妨，帝君，元旦，我们来日方长。殿下，不知殿下身上一直所佩的饰物是为何物？哦，这个是之前宫中来的捉妖天师，担心宫中妖邪未退，便给了我这千年桃木，驱邪镇妖，用以御身。千年桃木实为辟邪神器，可是桃木性烈难调，若碰到相冲之物，必然适得其反。不如我帮殿下瞧瞧。这个天师就不用操心了，我以左以玳瑁，其棱角幻土融入其中，助其电照风行，物尽其用。这几位用料颇为讲究，若不是修炼之人，极难知晓。他怎会对术法之事如此了解？难道在私练功法？殿下，有一名天师今日进了侧妃宫里。我还有些政务要处理，天师先自饮吧。殿下请便。其他烛台上皆沾有蜡油，为何这只如此干净？除非它不是用来点灯的。此处灵力聚集，定是裴洛修炼之所。可惜镇妖符在此，唯有唐周能破，便宜这小子了。这酒不仅有草木粮食气味，还隐隐透出一股血腥之气。
我进阁前才发的信号，你来的倒挺快。我是担心你的法力平平，拖累我和颜淡。你们快来看，是之前失踪的那些女子。这些女子是被割喉放血而死，看来并非是妖邪所致，而是人祸。难怪那小子跑得那么快。放心吧，我已经在他身上设了追踪符。哦，那还不快追！哦。这边，追踪符已破，他发现了。来人啊！有刺客！有刺客，刺客往那边跑了，快追！殿下不必担心，追踪符设有磷粉，灯火一熄，磷粉亮起，暴露无遗。你果然在私练功法。你诈我！你虽为人，为祸之身却远胜妖魔，居然还以桃木符傍身，真是讽刺。堂堂万妖之王，还不是需要一个肉体凡胎相助？等着吧。别聊了，快点吧。哇，谢了。积雪文，以血陷阱，皆为邪术。残杀子民，以满私欲，怎配为一方王侯？若有我，天下作甚念，有何要紧？若无我，又何来天下？你为了一己私念，屠戮生灵，陷害挚爱，居然还想把罪名赖在我们的妖的头上！你们身为天师，却携带妖物，道貌岸然，也敢质毁本王！哎，你可是整件事情的始作俑者，可别说把他打回真身这件事，与你无关啊！我与此花有何干系？多说无益。今日我身上这纹路，怕是要多加几道了。
我的长生丹就要炼成了，你们拦不了我。唐昭，你的不离锁对花有用吗？法术记下，你是花是人，我皆能将你召回。你要干嘛？我有办法了。林丹，快走啊！一步！我哭了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对不起。我只是想给你安个小错，让你离开延续天宫，远离帝君，从此不再为情所困。没想到会被银灯利用，害你至此。我知道，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。可是，一开始我真的是为你好的。为我好。为了我好，为什么在银灯诬陷我下毒之时，你没有解释？你知不知道当时你那个样子？我感觉我都已经不认识你了。是我懦弱，不敢当着帝尊和帝君的面承认自己犯的错。从小到大，我都一直认为你是这世界上我最亲的人，你会永远保护我，支持我。任何人都会背叛我，可是只有你不会背叛我。我也暗自发誓，要与你荣辱与共。可是如今发生的一切，如今我看着眼前的你，我仍然不明白，这到底是怎么了？你可以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这么做吗？从小到大，你一直觉得我很坚强，什么都不怕，对吗？那是因为你根本就不了解我，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年我有多痛苦。痛苦？从我们化成人形那天起，帝君亲口所述，我是双生莲中的弱者。从那一日起，我便比任何人都刻苦修炼，就是不想被其他人看清。小寒经你随便抄抄，便可领悟其中的妙用。你轻而易举得到的，却是我的毕生追求。我从未让你帮我下凡历难，你却当众求此恩典，让众人嘲笑我的无能。我好不容易坐上了副长侍之位，你却抢了我的差事，成为了出没护主的功臣。所有人都可以看清我，就连你的先世朋友
竟然也在背后嘲笑我。我没有想到，这些年你一直被双生灵强弱之说所困，我却丝毫没有察觉。我知道你不想下凡，你想升仙阶。我想用我自己的方式，竭尽所能的去帮助你。可我从来没有站在你的角度上去想，我也从来没有问过你，让你有了如此大的心结。我以为我们可以一直这样手拉着手走下去，我以为我们永远是最好的姐妹，可我没有想到，我们竟然走到了这一步。对不起，我不是一个好妹妹，对不起。颜淡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。想必这心魔也伴了你100年，我再一日，你便无法释怀。也许现在，对我们最好的结果，便是再也不要相见。窒息，你好好为自己而活。你走吧，颜淡，走。走啊！帝君，颜淡虽然顽劣，但本性并不坏。我不信他会下毒。我们真的要眼睁睁看他去受火刑吗？颜淡为了想保护的，始终不说实话。但本君不会让他蒙受不白之冤。我会找到其他的证据，证明他的清白。帝君，这是浅云宫的仙士，他是来找颜淡的。所谓何事？帝君，颜淡仙子几日前将这沉香炉给我，让我帮他焚毁，可这香炉却被施了仙法，无论怎么烧都烧不坏。我只能将它送还给颜淡仙子，却找不到他人了。本君会将它物归原主。你们先下去吧。颜淡，你舍得将这沉香炉焚毁，定是对我失望透顶。可只有让你离开延续天宫，才能令你彻底断了情念，日后便再不会受伤。难过了。
云墨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你不是跟我说过吗？遇到什么事情不要慌，急什么？严旦不知为何被扣上了毒害长师的罪名，应元帝君把他关进了天牢，我们得赶快去救他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他救出来。云墨哥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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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为何突然要破这结界？你不知道，严旦被关进天牢了。可是这结界与我仙灵相通，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出入，唯有我却不行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尽快把严旦救出来。云墨哥哥，严旦是你的朋友，自然也是我的朋友。我现在就去找元帅，给你破了这结界。不可，我对元帅一定不会答应你的。我也不可能丢下严旦不管，就算粉身碎骨，我也要把他给救出来。陆明，你别担心我，我在这儿过得可好了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严旦，你现在必须将真相如实告诉帝君，否则你会没命的。下毒一事，我绝不会相信是你做的。整个天界除了你，唯有芷心是四叶邯郸。你现在是不是为了保护他，才缄口不言的？芷心与你是骨肉至亲，他却这样对你，你不去我去，我现在就去跟帝君说个清楚。不可！若你还把我当朋友的话，你便不可以这样做。为什么？我与姐姐已经把话说开了，她有心魔苦衷，她的心魔便是我。这100年来，她一直活在我的阴影当中。可即便是这样，她还是护了我100年。尽管如此，她也不能害你啊！恩情与辜负已经相抵消了。总之，你别再去为难她了。若是姐姐能够摆脱她的心魔，我愿意离开。总之，无论别人怎么说，她都是我的姐姐。离开？你难道真的不想活了？怎么可能啊！应元君已经答应我了，说他会保住我的性命，放我去凡间逍遥自在的。真的？真的，我都没有想到，我也算是因祸得福吧。我以前一直都在想，凡间一定很美妙，想下去看看。没想到这次便可以目睹它的风采了。既然你决定了，此次去凡间，也许再也回不来了。不如你带上云墨吧，应元帝君太遥不可及了，所以你考虑考虑，和云墨在一起。你不是也很喜欢这个朋友吗？哎，你别乱点鸳鸯谱好不好？云墨可是我亲手喂大的小黑鱼，他叫我一声老母亲都不为过。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承担，不要牵扯到别人。总之，我去意已决，你别再劝我了。若是你不怪我任性，还把我当朋友的话，从此以后，你便替我守护应元君吧。